这个法官来伦敦城上任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来到白夫人的会所寻欢。这倒也不奇怪，毕竟白夫人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妓院，整个伦敦城的名流权贵无疑不在此流连过。白夫人热情地招待小法官，表示这里款式齐全，任君挑选，哪怕你有小癖好，我们也都能满足。说着就叫出了一个知心老师，没想到小法官见此直接掏出了一张纸。Lydia Quigley, this is a warrant for your arrest as a keeper of a bawdy and disorderly house. 好家伙，这是来钓鱼执法的。白夫人还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毕竟前任大法官一直是自己的庇护者，没想到小法官竟然来真的，命令手下审问这里所有的妓女和顾客，自己则抓住白夫人要将她带到法院审判。夏洛特让白夫人不要担心，你一定很快就会被放出来，我也一定会保证姑娘们都忠诚于你。就这样，白夫人将会所中的一切事务全交给了夏洛特，嘱咐他赶紧捞自己出来。夏洛特看着被抓上马车的白夫人，露出了笑容。I'll fuck my own boots. 另一边，老鸨玛丽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她杀死男爵后，周围的人逐渐离她而去。大女儿夏洛特投靠了自己的死对头黑人丈夫和黑珍珠，因被她怀疑有一腿而被她赶出了家门。妓院里的姑娘们也一个个都想着自立门户，如今她能依靠的只有几十年来不离不弃的闺蜜南希了。可下一秒，南希的麻烦也来了。小矮子跑来告诉南希，她手下的妓女小黑因为盗窃被抓了。此时新法官正在审讯她，这对闺蜜赶忙去救人。法庭上已经门庭若市，小黑辩称那钱是男人自愿掏的，才不是我偷的。一旁的小修女也开始为小黑辩解，表示自己可以用人格和神的名义保证小黑是的好。原来小修女曾经和小黑有过一段超越友情的故事，这就是当初白夫人利用修女魔女的把柄之一。赶来的南希大吼着，男人是街上出了名的酒鬼，你不能轻信他的话。但是新官上任3把5，小法官直接给出了判决结果，烙上盗窃罪印并流放到美洲奴役7年，偷个钱包就流放7年。陪审团一片哗然，但当下一个罪犯出庭，他们立马因震惊而安静。死对头白夫人被捕，玛丽不敢相信自己今天竟然踩了狗屎运。白夫人缓缓走到台前，依旧一副不可一世的表情。小法官宣读着他的淫秽罪名，宣判罚款500英镑。此时玛丽不服了。Fine is not enough. Silence! This is a vile kidnapper. She feeds the markets of rape. Yeah, that's not. 玛丽表示这个恶魔必须被处以绞刑，但小法官却表示要指控就拿出人证物证，没证据别瞎逼逼。白夫人没背负更大的罪名，但是一向挥金如土的她，短时间凑不出500英镑，只能先被丢进看守所，直到缴清这笔费用。出了法庭，玛丽和南希激动了，他们现在只要补个刀，白夫人就会从此万劫不复了。南希找到艾米丽，她曾经被白夫人关进了小黑屋，准备送给变态，但艾米丽却拒绝出庭指证，她认为法官不可能刚正不阿，白夫人出来不可能放过自己。另一边，玛丽找到小修女作证，只要稍加调查就能发现上次大法官绑架她的事是白夫人在助纣为虐，但小修女现在一心只想救小黑，不想趟别的浑水。狱中的白夫人想起法庭上对她虎视眈眈的玛丽，担心对方真的找到证人将自己置于死地，只好想办法买通狱卒送信求救。可她身上的一个硬币并不足以让狱卒动身，万年老鸨只好亲自动起了手一活。完事后，狱卒还要走了他的假发当成送给妻子的礼物。这封信最终送到了法伦大人那里，他虽然想让自己的秘密和白夫人一起烂在监狱，但要真被玛丽抓到了把柄，自己也不会好。于是他派人在半夜跑到玛丽家中威胁，一颗血淋淋的诛心出现在玛丽面前，如果他不停止调查，那这便是他的下场。可玛丽也不是吃素的。 I was afraid of it when I was 10 years old. Not now. Now I shout it to the sky. Lydia Quigley's a kidnapping bitch. 玛丽不会想到，自己的大女儿夏洛特竟言而有信的来到看守所，想救白夫人出去。白夫人让她去找自己的资助人帮忙，资助人是一个处于上流社会的贵族女爵。见夏洛特这一介妓女闯进豪宅，女爵的言行中充满了鄙夷。 Who insults me by inviting this brazen strumpet into my home? 夏洛特也是不卑不亢，将女爵叫到了一旁，表示白夫人现在处境绝望，走投无路，派我来威胁你。女爵瞬间慌了，连忙问起赎金的价格。可现在她的钱全被哥哥管着，自己需要时间准备。夏洛特一眼看穿了眼前的女人，他知道白夫人一定有着女爵的大把柄。 Do you ever long to break from that pretense? If I broke free and spoke my heart, the sea would bubble, the sky would turn red, and London would tumble into dust. 夏洛特竟然从女爵身上看到了和自己相似的气场，他心中暗自打下算盘，抽走一个把柄，便能换来整个伦敦贵族的把柄，多划算的买卖！这是伦敦版的迷你海天盛宴。男人拿着酒瓶枕在美女腿上，看着面前的一群美女玩着飞盘。男人是著名老鸨白夫人的儿子，在他妈进局子后，白儿子不仅没去救他，还趁着夏洛特去救白夫人，带上心爱的艾米丽回到了他妈的会所，翻箱倒柜找起了地气，为继承会所做好准备。晚上，艾米丽更是直接带上白夫人的假发，召集妓女们办起了派对，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女主人。赌场里，手下禀告法伦大人，自己的威胁对玛丽没有起到作用。法伦盯着屋内正在揽客的露西，想从她下手，但没想到露西却表示自己已经把法伦
伦送来的包养协议给烧了。他接受不了法伦奇怪的小口号，不可能成为他的情妇。Your hands are cold, like those of a corpse, and only fuck the living. 越是抗拒法伦，越是兴奋。新的计划在他脑中酝酿。另一边，为了证实白夫人的罪行，玛丽依旧在不断寻找着愿意出庭作证的人。恰巧在转角碰到了小探子。小探子告诉玛丽，如果你是白夫人的敌人，那我就愿意帮你。我在大法官被刺杀的那晚看到了凶手，虽然没看清脸，但是根据衣着举止，那人一定是位贵族。我只要再次见到他，就一定能认出。小探子之前一直是收钱在为白夫人查情报，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白夫人肮脏的秘密。现在他希望站在正义的一方，愿意出庭指证白夫人。当玛丽把小探子带回家时，南希也带来了好消息，艾米丽愿意出庭作证了，因为她刚刚在白夫人的会所里体验到了什么才是向往的生活。只要扳倒白夫人，这种生活就是指日可待。这突如其来的2个重大利好，令玛丽和南希激动不已。正当他们准备开香槟庆祝时，屋外传来了敲门声。打开一看，玛丽手下的妓女凯蒂死在了门口，喉咙被人活生生割开，满身是血，惨不忍睹。原来刚刚法伦趁玛丽不在家带走了凯蒂，并用如此暴行来警告玛丽。小探子见到如此惨状，竟然直接吓跑了。第二天一早，夏洛特按照约定好的时间来到了女爵家中要赎金。女爵哥哥把支票摆在桌上，逼夏洛特说出女爵为何欠他钱，他要验证妹妹是否在说谎。只是一个眼神的信号，夏洛特立马心领神会，告诉女爵哥哥这些钱是女爵在牌桌上输给他的。虽然哥哥不相信自视清高的妹妹会沦落到和妓女同中，但证词一致，他也只能交出支票。女爵看着面前机灵的夏洛特，眼中写满了赏识。法院里，玛丽和南希一大早跑到小法官面前上报谋杀案，一口咬定是白夫人指使人干的，但是苦于没有证据。说好出庭作证的小探子和艾米丽见闹出人命，全都溜之大吉，明哲保身。仅凭玛丽的一面之词，法官根本无法定罪，只能将他们赶走。就在玛丽要离开法院的时候，偏偏碰到了大女儿夏洛特来交赎金，要救白夫人出去。这下玛丽忍不了了，警告夏洛特，凯蒂昨晚刚被人杀害，尸骨未寒，如果你敢救走白夫人，我就和你断绝母女关系，从此再见是路人。 You gotta trust me, Ma. Please understand. 就这样，白夫人被夏洛特救了回来。可当她回到家，看到的却是满屋的狼藉和欢愉过后留下的痕迹。自己身陷囫囵的时候，儿子竟然在大开派对大肆庆祝，真是笑死了。白夫人大骂艾米丽是她带坏了自己的好儿子，她对着白儿子和艾米丽咆哮：如果你们再敢凯于我的财产，我就割掉你们的喉咙。 Here is the child who came to my side. Here is my rightful heir. 夏洛特看着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这进展竟然比自己预想的还顺利。到了晚上，所有人都聚在酒馆里为凯蒂守灵。胖妹一向和她感情深厚，摸着她的头发和她告别，突然就摸到了一个硌手的东西。胖妹掏出来一看，竟然是一颗金色的纽扣。这精美的做工很明显只有贵族才能拥有，而它的主人一定就是凶手。这个女人第一次被男人用鞭子教，以往都是她用小皮鞭来满足有特殊癖好的男人，可这一次她是为了人间正义而受的难。时间回到昨晚，这是凯蒂的守灵夜，玛丽和南希却硬生生把它变成了动员大会，控诉着万恶的大英帝国无法让穷人在法律面前得到公正的对待。小黑偷个钱包就要被流放7年，白夫人绑架杀人却逍遥法外。如果现在不团结起来，给这个新来的法官一点颜色瞧瞧，那以后大家的日子都别想好过。众人举起火把来到法官家，捡起10块就往里砸，嘴里大骂着法官的不作为，要为凯蒂讨个公道。随后双方的冲突越发激烈，眼看平民就要产生暴动，警察赶来把带头的南希抓走了，其他人只能四散而去。第二天，小法官怕再次引发暴动，竟然关闭了旁听席，私下将南希审判。最后南希以煽动罪被处以鞭刑，一鞭下去，鲜血溅在旁观者的脸上，抽打声刺进了每个围观群众的心里，他们背过身去，不忍直视，用这种方式维护南希仅剩的尊严。小法官看着民众对自己的质疑，内心也惶恐不安。回到家就让女仆给自己泡杯静心茶。是的，这个女仆就是被小法官判处流放美洲奴役7年的小黑，现在竟然在小修女的求情下，被小法官收下做了自己的女仆。另一边的城堡里，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白夫人竟然直接带着夏洛特找到了女爵，她表面上说着感谢，接着就立马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白夫人要求女爵将她引荐给那些身处高位的人，女爵拒绝了。如果向上流社会引荐一个老鸨，那她必将沦为笑柄。可白夫人手中的把柄可不允许女爵拒绝。当白夫人回到会所，这里已经被小法官派人24小时轮流看管，无法营业。她只好找到闺蜜大鼻孔要快递。大鼻孔一听要把妓院开到她这，立马约法3章：不能多人运动，不能使用危险器械运动，不能和动物运动。大鼻孔和白夫人是对塑料姐妹花，一边收你房费说1分也不能少，一边还和你说谈钱伤感情，最后还去警告夏洛特不要做出伤害自己闺蜜的事。另一边，有了白夫人前车之鉴的玛丽做足了准备，她邀请露宿街头的修女母女住进了自己的房子。果不其然，小法官不久就来查她的地盘了，没想到这里竟然不仅干净整洁，丝毫没有男人的痕迹，还有修女跪在地上祈祷，怎么看都不像是传闻中的罪恶场所。不仅如此，玛丽还有事要拜托小法官，她将凯蒂尸体上的纽扣交给了对方，让小法官依次找出凶手。 A young tenant slain and then flung upon the steps of your blameless house. It must make you doubt your business. Good day.
前脚刚应付完小法官，玛丽后脚就开始物色新女孩，脸蛋要好看，形象气质要佳，八字还要和劳保相合，最重要的是劳动工具要保养得好，这样你就能得到一份包吃包住外加服装补贴的优质工作。而这一切都是玛丽在为了今晚要参加的烟火派对而做准备。另一边，夏洛特私下找到了女爵商谈，请求她先将白夫人的要求答应下来。女爵还是不愿意引荐白夫人，但她对夏洛特颇有好感，愿意将对方带入自己的圈子。 Perhaps if you do this, I can help you be free. Do you court me as an ally? A friend? 两人的会面再次被女爵的哥哥撞见，哥哥开始怀疑他们是情人关系，还责备妹妹有好玩的玩具竟然不和自己分享。女爵则趁机邀请夏洛特参加今晚的烟火大会，哥哥也直接答应了。You've got what you came for. Half the peerage will be prowling the pleasure gardens tonight. 夜幕降临，灯红酒绿，白夫人和玛丽都带来了自己最得意的姑娘来找生意。他们的任务便是游走在这群男人之中，引诱到其中最有钱有势的那个猎物。白夫人也相信她的头牌夏洛特一定能通过这次机会成功钓上女爵的哥哥。他们的家族权势完全能帮他搞定自己需要的人脉，来让他的妓院重新开张。而夏洛特也确实和女爵搭上了，两人达成同一阵线，要干掉白夫人。女爵还提醒夏洛特千万不要想着去勾搭自己的哥哥，他也是一个危险人物。可哥哥偏偏就是看上了夏洛特，出了高价给白夫人，所以就算夏洛特再怎么推三阻四，为了不让白夫人怀疑，他还是得和女爵哥哥共度良宵。而为了事业准备放弃身体的不仅夏洛特，还有他的妹妹露西。凯蒂的死亡给露西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他意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为母亲和自己寻求庇护。于是当法伦大人再次坐着马车找到他时，露西没有拒绝，直接在马车上为法伦展示起了手艺活。他一边让法伦爽翻天，一边还要求着法伦将他原先答应的包养费提高。法伦从了，露西为自己的成功商谈感到沾沾自喜，殊不知是自己落入了法伦的圈套。三位妈妈相聚在一起是怎样的修罗场？ You still lick 'em like lollipops. She gets her daughters to do it now. 玛丽这暴脾气一下就上来了，一记勾拳把白夫人打倒在地。夏洛特看到这一幕，连忙跑来拉走了母亲。 God's sake, Ma, you ruined everything. 果然到了第二天，一块砖头就砸进了玛丽的会所。玛丽下楼一看，好家伙，每一块窗户都被砸破了。冤冤相报何时了？不想办法干掉对方就会没完没了。于是玛丽又找到了艾米丽，表示现在白夫人都开始拿砖砸我了，哪天我被弄死了，那你就是下一个。现在我们只有联合起来才有胜算。但艾米丽心里一直对之前被玛丽拒之门外的事耿耿于怀，依旧不愿意合作。没想到玛丽当即就道歉了。 I never should have endangered you. You're my best girl once. Sorry. 一向暴脾气的玛丽竟然会有低头的一天。艾米丽开始有所动容，但是现在她自己的事业也才刚起步，每走错一步棋，所拥有的一切就会烟消云散，所以必须小心谨慎。现在她的会所里只有3个姑娘，一个是被玛丽赶出来的黑珍珠，一个是没有妈妈桑愿意收留的侏儒，以及作为头牌的自己。眼下艾米丽必须为会所扩充人手，在人才市场，她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黑高妹。艾米丽希望自己的会所能主打异域风情，走怪咖路线，这样才能利用产品差异在主流白皮市场里分到一块蛋糕。就在艾米丽的商业策略初见成效的时候，夏洛特找到了他，表示自己看到了白夫人拉着你的黑高妹窃窃私语，合理猜测白夫人是想收买黑高妹来监视你。艾米丽慌了，连忙找来黑高妹质问，对方直接承认了确有此事，但是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艾米丽可是唯一在白夫人亲手绑架下还能活下来的人，这对白夫人就是明晃晃的威胁。艾米丽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坐以待毙，就只能成为靶。决定和玛丽站在统一战线。玛丽把小法官偷偷叫到了家中商谈，艾米丽和小修女同时在她面前说出了自己曾被绑架的经历。小法官听此证词，终于决定对白夫人有所行动了。而当小法官刚回到法院，白夫人自己就找上门了。她说自己可以出钱赞助小法官做公益，比如新建医院和救济院。Well, we would like to support your endeavours. Bribery is an illegal practice, Mrs. Quigley. 没想到这个小法官如此刚正不阿，油盐不进，白夫人只能想办法干掉他。而眼下能帮忙的也只有女爵兄妹。白夫人让夏洛特尽快搞定哥哥，可夏洛特同意和哥哥打扑克的事已经令女爵不爽。他找到夏洛特讨个说法，但夏洛特表示他能得到我的身体，但是得不到我的灵魂。我会一直是你最忠诚的盟友。夏洛特一边说着，一边深情地望着女爵，并慢慢向她靠近。为了不让白夫人继续逼迫夏洛特去勾搭哥哥，女爵决定主动邀请对方来自家的牌局，介绍其他达官显贵给白夫人认识。第二天，白夫人就跑到女爵家打扑克了，这次是真的打扑克。女爵向白夫人介绍她的下家，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首席大法官。接着，她更是直接向首席大法官介绍，白夫人就是伦敦城拥有最多姑娘的妈妈桑。白夫人彻底慌乱了，之前一个大法官想背叛我，一个小法官把我关进了局子，现在你直接弄来一个首席大法官，还直接告诉他我是妈妈桑。白夫人把女爵拉到一旁，威胁她不要搞这些小动作，不然我就把你的小秘密公之于众。原来女爵的把柄就是有个私生女，她警告白夫人，如果敢说出来，大不了我们就同归于尽。冷静下来的白夫人开始察言观色，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首席大法官其实不是一个正经人，于是试探性的询问他要不要来参观一下自己的美少女收容所。对方自然是直接答应了。白夫人把首席大法官带回了会所，叫出了所有姑娘，让他好好挑选。但令白夫人没想到的是，吸引对方的并不是面前这些年轻貌美的姑娘。 I prefer a riper fruit.
已过花甲之年的妈妈桑竟然要亲自下海和客人打扑克。正当白夫人准备证明自己宝刀未老时，小法官竟然冲进了房门，看到了这辣眼睛的一幕。原来他是拿着逮捕令要来抓白夫人的，谁料到竟然撞见了顶头上司。首席大法官让他赶快滚，白夫人的会所就是我的会所，丢掉你的封条，一个人也不许抓，不然你的饭碗就别想要了。玛丽费尽心思促成的抓捕行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姐妹们坐在屋内垂头丧气，无可奈何。但另一边小女儿露西的进展却十分顺利。法伦大人命令所有下人要像对待女主人一样对待露西，露西则也是满脸写着不屑与高傲，好像在说老娘已经把你们的主人拿捏了。这事立马就传到了女爵哥哥的耳朵里，他找来了法伦谈话。 There have been mutterings about you, Fallon, that our vessel is leaking, that you are the fissure. 法伦承认自己犯错了，但他已经弥补好了。我们的女祭司受人威胁，可我已经让威胁者闭嘴了，因为他的女儿正在自己手中，他精妙绝伦，并已被我牢牢掌控。谈话间，露西走了进来，女爵哥哥看着两人对视的神情，意识到露西对于法伦绝对不只是人质这么简单，于是他在酒会上找了一个男人准备试探法伦。Go over and take a slice of her. I'm going to see how the boy reacts. 他故意支开法伦，然后让男人去找露西。 Are you Fallon's new pony? Pray tell, the rest of us are going to be allowed a ride. Sorry, my lord, but you can afford a share in me. 露西起身离开，男人抬头就看到了一个威胁的眼神，立马追了上去，没想到竟被胖妹拦住了去路。谈话间，胖妹注意到了男人的纽扣，正和凯蒂尸体上发现的一模一样。男人甩开胖妹拉住露西，却被露西反手一把推开。法伦见状，立马上前揪起男人。 Damn you, Lydia! Just keep your hands off her, or I'll brand them myself. 女爵哥哥看出了法伦的端倪，证实了自己的猜想。另一边，胖妹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玛丽，玛丽又把消息上报给了小法官。而当小法官离开白夫人的会所后，侏儒妹竟然后脚就来了。她告诉白夫人是艾米丽举报的。白夫人很疑惑侏儒妹为什么要帮自己。对方告诉白夫人，你选错姑娘去做间谍了，我爱上了你的儿子，所以我要想办法将艾米丽和他分开。第二天就有两个假装买春的男人混进了艾米丽的会所，开始对这里肆意打杂。女人帮听到动静赶紧带人来阻止，凭借着人多势众吓跑了一个抓住了一个。南希拿出黑虎掏心的绝技，逼男人说出了幕后主使是白夫人。于是白儿子就在去找他妈对峙的时候，知道了艾米丽告发他妈的事。白儿子对此非常气愤，因为发生事情的第一时间，艾米丽竟然丝毫没找自己帮忙，而是直接投奔了玛丽。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也不再相信你。艾米丽见要留不住面前这个优秀的皮条客，立马把他的手放到了自己的肚子上。 Just this. There's a little quiggy growing inside me. 天呐，白夫人要当奶奶了！而这边的白夫人在和首席大法官夜夜笙歌后，不仅收获了一张免死金牌，就连胃口和精神也被对方给滋润好了。他一边在餐桌上大快朵颐，一边决定要给会所办场周年庆活动，一次性把之前歇业失去的人气全部赚回来。活动以角色扮演为主题，由夏洛特扮演为塔斯女神，其他姑娘扮演围绕在女神身边的真女。最重要的是一个用来献祭的少女，而这个少女必须是雏菊。活动的最高潮便是拍卖这位少女的一血。夏洛特见白夫人又要去诱拐无知少女，知道机会来了，立马主动提出要和白夫人去学习如何采摘雏菊。白夫人就这样把她带到了人才市场，先试探性的询问对方的家庭背景和生活困难，等对方放下了戒心，再询问对方有没有恋爱经历。在确定了对方是雏菊后，再以要给他找工作为由，把他带到面试地点，给他送上一杯茶，最后锁上门。这样一整套从诱骗到囚禁的流程就展示在了夏洛特面前。紧接着，夏洛特拿着所有家当找到了女爵，请求他也凑些钱出来。夏洛特想找个自己人拿着钱去拍下那位小雏菊，然后再让小雏菊去作证。凭借自己了解到的详细细节和这个强有力的人证，就不用再怕白夫人抵赖。而且诱骗加强奸乃至谋杀这么大的罪名，相信就连首席大法官也难压下来。另一边，之前决心作证但被凯蒂尸体吓跑的小探子竟然回到了白夫人身边，原来是他良心不安，终于准备开始行动。白夫人也接纳了他，让他在周年庆上扮演一个小太监。现在里应外合的局面已经形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见过中世纪英国的 cosplay 吗？白夫人的会所周年庆以古希腊神话为主题，让手下的女老师们扮演圣洁的真女，而头牌夏洛特自然就是掌管火焰的维斯塔女神。她们表面上演的高贵典雅，但实际上只是贵族们的高端玩物罢了。此时，一个衣着华丽的黑哥走进了会所，立马引起了白夫人的注意。为了不让这个陌生面孔引起怀疑，夏洛特立马上前介绍黑哥是自己的老朋友，是一位富得流油的商人。终于，周年庆的高潮，献祭少女的一血拍卖大会终于开始了。夏洛特问一旁的女爵哥哥：“你们男人为什么都喜欢采摘雏菊呢？” It is like taking the first bite of a pristine piece of fruit, and the pleasure lies in feeling the flesh give way and the juices stir. 看来他也是好这口的人呀。果不其然，女爵哥哥出手阔绰，让拍卖价格一路上涨。眼看黑哥手中的钱就要不够拍下献祭少女了，夏洛特连忙靠近女爵哥哥。You can't have her. I want you more than ever.
侯爵被撩动了，停止了出价，但夏洛特异样的表现却被白夫人看在了眼里。黑哥最终成功以200英镑拍下了献祭少女的一血，但他想要将少女带走当做证人，必须继续拿出更高的筹码。于是黑哥掏出了一条珍贵的玛瑙项链。就在白夫人仔细端详项链的时候，却引起了女爵哥哥的注意。 Where did you get that necklace? I won it. Cards. It belonged to my grandmother. 原来女爵的财产被哥哥管控，她只能拿出首饰来资助夏洛特的计划。夏洛特连忙上前证明项链确实是女爵输给黑哥的，他当时也在场。但当白夫人问起女爵的相貌时，黑哥却瞬间哑口无言，彻底穿帮，接着就被赶出了会所。献祭少女的所有权自然顺延给了出价第2高的女爵哥哥，而举止异常的夏洛特则被白夫人拉到房间锁了起来。到了早上，等了一晚的玛丽意识到了不对劲，果不其然，黑哥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来了。他告诉玛丽计划失败了，雏菊被玷污，夏洛特也暴露了。白夫人这边，露西突然跑来要见夏洛特，白夫人打开房锁威胁夏洛特，告诉你妹妹你一切安好，否则我就把骗来的那个女孩丢进最乱的红灯区。但白夫人依旧不给姐妹独处的机会，直到法伦赶来将露西带回，白夫人起身去送法伦。小探子抓住机会告诉夏洛特，刚刚来的那个男子就是刺杀前任法官的凶手。那天晚上我亲眼看见他拿着带血的匕首。 Lord Fallon. He did it. 夏洛特让小探子赶紧去告诉玛丽，没想到2人的对话又被一个姑娘听到，她跑出去告诉白夫人，夏洛特和小探子刚刚在密谋。 He slandered Lord Fallon. How? He accused you of killing Justice Cunliffe. 法伦让露西坐着马车先走，他要先去趟银行。紧接着法伦就开始追杀小探子。当小探子躲进小巷子时，却恰巧碰到了小修女。法伦掏出匕首向小探子刺去，没想到小修女竟然上前挡了一刀，而2个男人的猫鼠游戏却还在继续。小修女强忍剧痛爬到街上，被恰巧路过的南希和小法官搭救，抬到了玛丽的住所，用烧红的烙铁暂时止住了伤口。终于摆脱了法伦的小探子也绕路找到了玛丽，告诉了他杀死大法官和刺伤小修女的人正是法伦大人。玛丽彻底慌了，因为她的小女儿露西正在法伦的手上。 这个女人刚刚得知包养自己女儿的贵族竟然是一个杀人犯，玛丽连忙闯进法伦大人家中，要告诉小女儿露西真相。但是露西竟然性情大变，丝毫听不进也不相信母亲的话。 I cannot say it any clearer. This man is a killer. So am I. What have you told him? Lucy and I are in perfect harmony. 原来自从露西住进了法伦家，得到了女主人一般的待遇后，又是在马车上和法伦激情四射，又是男女混合击剑，金钱关系愣是被他们玩出了新婚的快乐。法伦更是掏出心窝子，告诉了露西自己是斯巴达人。 The Spartans were a superior race. They killed their lessers, the helots. 技师出身的露西自然不愿承认自己是劣等人种，她攀上了法伦大人，那她也应当是贵族。于是露西就在烟雾缭绕中把自己杀过人的事告诉了法伦，就为了证明自己也是斯巴达人，是高贵人种。法伦自然一下就猜到了露西杀的人是那个被沉尸湖底的男爵。于是在这次玛丽登门拜访后，法伦威胁他，你要是想告发我，我就把你小女儿杀人的事抖出来。眼见法伦露出了真面目，玛丽轻轻一笑，告诉对方，我的沉默也救不了你，你刺杀的小修女没有死，等她醒来就会将你告发。法伦则是继续威胁，小修女不死，你的小女儿就得死，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而另一边，玛丽的大女儿夏洛特还被白夫人囚禁着，他们终于决定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聊聊。夏洛特尽力解释着昨晚的事，表示自己只不过是不忍心看着无辜少女被残害，我对你的忠心从未改变，我甚至想把你当做我的母亲，但你这种做法实在是太残忍了。正当白夫人差点就被夏洛特说动的时候，侏儒妹突然跑来要上报情报，她告诉白夫人，艾米丽正在和玛丽、女爵、夏洛特密谋着要如何扳倒你。听到夏洛特的名字，白夫人难以置信。 Charlotte. She is the glue that brings them all together. My daughter until yesterday. Cursed liar! 白夫人恨不得现在就杀了这个骗子，但是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太又怎么可能打倒年轻力壮的夏洛特？她反手就把白夫人摁倒在地，死死掐住对方的脖子，眼看就要闹出人命。侏儒妹吓得魂飞魄散，逃出了会所。出门却正巧遇上了玛丽。玛丽听见打斗声，连忙冲进屋内，一把将夏洛特从白夫人身上拉下。她不希望大女儿也一时冲动做出蠢事。玛丽就这样带走了大女儿。此时她心里充满了愧疚。玛丽后悔自己把上一代的恩怨传给了夏洛特，让他每天都活在仇恨中。夏洛特也理解了母亲，他知道了白夫人是如何将母亲拖入泥潭，如何毁了母亲的一生。 And I did as much to you. I'm sorry. 迟来的道歉终于化解了母女的心结，他们紧紧拥抱在了一起。而在另一边，小法官已经将受伤的小修女带回自己家养伤，等她醒来就能听到证词。而法伦则害怕东窗事发，准备连夜带着露西逃出伦敦。可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女爵哥哥发现，手下前来告诉法伦，斯巴达人要求现在召见你。法伦不敢违抗组织命令，骗露西自己要先去和一位朋友告别，让他在家中等自己。当马车离去，露西看到了一直站在街对面的南希和父亲老黑。家门口，母亲玛丽带回了大女儿夏洛特，父亲老黑带回了小女儿露西，一家人终于团聚，两姐妹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而在斯巴达人的宫殿里，法伦乖乖地将自己最近犯下的错一五一十地交代。女爵哥哥警告法伦，组织已经被你蒙上阴霾，你必须弥补他。法伦解释道，只要露西在手，他们就不敢举报我。 In Sparta, the defenses were impregnable. Deserters had their bollocks ploughed into the soil.
法伦看着对方的警告，知道自己已经身陷囹圄。另一边，玛丽看着终于团聚的一家人其乐融融，很是欣慰。但当她看向小女儿时，露西却有意回避她的眼神，这令她心里很不是滋味。玛丽趁着一家人聊得开心的时候走出了房门，来到了小法官家中自首，说出了自己杀死男爵的真相。就连露西捅的第一刀，老黑和南希将男爵抛尸的事，她也统统揽到了自己身上，决心一人承担。牢房里，小法官告诉玛丽，明天你将接受审判。此时，玛丽说出了捅伤小修女的真凶正是法伦，杀害前任法官的凶手也是法伦。她告诉小法官，当你逮捕法伦的时候，他会说是露西杀了男爵，可我已经认罪了，人是我杀的，他的谎言也将不攻自破。小法官终于明白了玛丽自首的原因，为伟大母爱所动容的他决心要抓住法伦。而另一边的露西竟然还在餐桌上对家人说着法伦的好，表示只要有他的庇护，我们就能高枕无忧。最后还在午夜前跑回了法伦的家，只是为了不让法伦起疑心。这个执迷不悟的小女儿该拿什么拯救呀？英伦贵族对于雏菊的渴望变态到了什么程度，竟然为了私欲对自己的亲妹妹下手。 When I was very young, he damned me with his lust. My child, she says. He doesn't know. 女爵终于把这个埋藏在心里的秘密告诉了夏洛特。她这么多年一直把女儿藏在一处偏僻的寄宿学校念书，而如今他们为了正义惹恼了白夫人，这个秘密马上就会被抖出，所以必须转移女儿。夏洛特看着眼前担忧的女爵，不禁心生怜悯，慢慢向她靠近。而就在夏洛特和女爵正抱团取暖的时候，她的母亲玛丽却正在地牢中瑟瑟发抖，等待着死亡审判降临。第二天，小法官就带着逮捕令来到了法伦大人家中。碍于他贵族的身份，小法官给了他更衣的时间。法伦立即跑回房间，告诉露西，是你母亲想要置我于死地，你快去找女爵哥哥帮忙。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我获得了天堂般的快乐，我不能离开你。 You speak as though they are over. I pray they are not. 法伦被小法官抓进了监狱，在牢房中看到了玛丽，他这才知道玛丽竟然和自己玩了一招，同归于尽，内心不免感到担忧。另一边，露西找到了女爵哥哥，告诉了他法伦被捕的事。女爵哥哥立马动身去找白夫人，请求他出庭为法伦作证。他向白夫人许诺，只要你与我交好，我会把你引荐给任何你想接触的贵族，甚至王室。利益面前，白夫人自然不会拒绝。女爵哥哥顺水推舟问起了妹妹的秘密是什么，白夫人告诉他是私生女，女爵把她藏在寄宿学校里，以保证孩子的父亲无法找到她。女爵哥哥表示，如果妹妹再对付自己，就会把她送进疯人院。白夫人表示不够，你还必须打压夏洛特，他们都是我们的威胁。 Then we must bring her to heel in the manner that only Spartans can. 白夫人慌了，她的本意并不是想杀死夏洛特，而是想让他回到自己身边。法院里，白夫人向小法官证明小修女被捅伤的那天，法伦和露西曾一起到她的会所看望夏洛特，并在看望结束后径直回到了家。 You both boarded the carriage and journeyed straight home without diversion? We did. 无论法官们如何再三确认，露西都坚持表示法伦一直和自己在一起。就这样，法伦通过露西的伪证被当场无罪释放。这边荒谬的庭审刚结束，那边夏洛特就带着女爵找到了首席大法官，他们威胁对方：“你和白夫人私下那点肮脏的事，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你如果不马上把玛丽放了，那你就等着明天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新闻吧。”首席大法官和机械一姐鬼混的事要是真传出去，那这坏名声必将毁了他的前程。因此，首席大法官立马认怂，表示自己会将玛丽释放。可计划马上就要成功的夏洛特和女爵刚走，后脚在门外偷听的白夫人就走了进来。他告诉首席大法官：“你别怕女爵，他哥马上就要把她丢疯人院里去了。没人会相信一个疯子的话。” Charlotte Wells could still make me a punchline. And make sure people also hear about the ruthless efficiency with which you executed her mother. 大法官心想有道理啊，谁会相信一个杀人犯的女儿呢？就这样，玛丽被通知今天就要领盒饭，当场所有人的心态都崩了。这还不够，小法官还告诉玛丽，你的小女儿露西为法伦做了不在场证明，法伦已经被当庭释放了，自己破釜沉舟就是为了保护露西，而露西竟然亲手将这一切毁了。玛丽终于崩溃了。玛丽即将被执行死刑，而她的老冤家白夫人竟在此时来到监狱看望她，希望玛丽能让她的大女儿夏洛特认自己当妈，因为夏洛特已经进入了斯巴达人的黑名单。只要玛丽愿意冰释前嫌，那白夫人也就愿意动用自己的关系去保夏洛特平安。 She won't. I thought my hatred burnt hot, but next to hers, mine is tepid. Then I cannot save her. 白夫人气愤地走出监狱，心里想着既然得不到，那我就只能毁掉。而玛丽则被小法官带进了绞刑台。 Get her down, man! Get her down! 小法官面对这位为了女儿舍弃一切的母亲，还是于心不忍，私自免除了玛丽的死刑，还将她送上了流放到美洲的马车。一是为了让玛丽不被发现，将来还有机会归来复仇；二是流放也算是对她杀人的惩罚吧。而就在这时，玛丽绞刑完成的告示已经被贴到了法院门口。看着告示上的一字一句，在场的姑娘们无一不为这个曾经保护了自己、给了自己归属的女人而感到惋惜。而夏洛特更是无助地靠在父亲怀中流泪。当他和南希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时，艾米丽大声叫住了两人。 Was it Quigley's doing? Lamb is good as dead too.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艾米丽十分紧张，因为她为了挽留白儿子，谎称自己怀孕了，而白儿子也为了让母亲不再对付艾米丽，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结果现在白夫人不仅要求艾米丽把她的会所转让给黑珍珠运营，还要求艾米丽必须住在自己的高级会所中养胎。如果让白夫人知道自己怀孕的事情是假的，那艾米丽的下场一定会和玛丽一样。听到艾米丽能住回白夫人的会所，夏洛特立刻把前几天被拍卖的小雏菊的名字和长相告诉她。南希也顺势威胁艾米丽深入虎穴，把小雏菊交出来带到法官面前，这样才能搞垮白夫人，让你和大家都获得真正的安全。就在此时，新的转机又出现了，被法轮刺伤的小修女终于在小法官家苏醒了，但小法官此时却因为多次污蔑贵族被首席大法官免职，他很抱歉自己无法做到更多。而另一边，帮法轮做了伪证的露西终于越想越不安，开始翻箱倒柜的检查法轮衣物上的纽扣，最终更是决心找到小修女问个清楚。露西让对方仔细描述出遇刺那天凶手的面容及着装，没想到小修女的字字句句描述的都正是法轮。露西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愚蠢，竟然一直错怪了亲妈，错信了男人。正当露西想跑回家找妈妈道歉时，她才从老修女口中得知玛丽已经被处死的消息。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露西不知所措，她夺门而出，狂奔了一圈，才最终跪在地上痛哭了起来。当露西准备跑到小酒馆借酒浇愁的时候，却正好碰到了小法官，她立马上前指责对方为什么要处死一个无辜的人。无奈的小法官只好告诉对方玛丽自首的真正原因。露西终于明白自己不仅害死了母亲，还放走了一个嗜血的恶魔。她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终于决心向法伦复仇。大贵族法伦大人为了不让小修女检举自己，竟然准备亲自动手将她干掉。法伦耐心的在门口等待机会，等人都出来了才偷偷溜进小法官家。他拿起枕头正准备将熟睡的小修女闷死，却没想到自己算错了人头，被小法官收作女仆的小黑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天降神兵，这就是爱的力量吗？另一边，夏洛特成功让老黑去寄宿学校将女爵的女儿接回到了玛丽的会所。女爵希望夏洛特能和他一起打官司，通过法律从他哥哥手中拿回属于自己的财产。但女爵母女团聚的场景却让夏洛特更难受。他的当务之急是要将妹妹解救出来，没想到他还没动手呢，小黑和南希就跑来告诉他，法伦被他们绑起来了。好家伙，还是面前的这两姐妹靠谱呀！此时的小法官家里，老修女正拿着刀架在法伦脸上，即使是这个信奉上帝的人，也无法忍受这个曾2次试图伤害自己女儿的魔鬼。他在法伦的脸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伤口。没脸回家的露西折返到这里，正好撞上了这一幕，毫不犹豫接过了老修女手中的刀。 You who told me killing is an art. My mother is dead because of how you used me. 小修女拖着受伤的身子颤颤巍巍地走到门口，向露西说出了法伦所在的斯巴达人组织的罪行。露西也意识到好姐妹凯蒂很有可能也是法伦杀的。正当她准备动手时，夏洛特和南希回来了。 Make him squeal, Lucy. 在姐妹帮的威胁下，法伦终于说出了杀死凯蒂的贵族的名字，还承认了女爵哥哥正是斯巴达人的组织者及头目。白夫人则一直在为斯巴达人提供无辜女孩当做祭品。南希把法伦绑在了墙上，拟了一份认罪书递到了他的面前，强迫他签下自己的名字。与此同时，女爵哥哥找到了白夫人，表示他妹的私生女已经被一个黑人从寄宿学校接走了。这片地区的黑人就这么几个。白夫人第一时间就猜到了是老黑干的，带着手下闯进了玛丽家中，当着女爵的面就强行把私生女掳走了。夏洛特回来告诉了女爵斯巴达人的存在，表示法伦已经画押认罪了，现在铁证如山，首席大法官也不敢放任不管，所以你的私生女一定是安全的。女爵转过身就回家，开始和哥哥进行谈判，表示法伦现在已经被抓并且背叛了，如果你把我的那部分财产还给我，我就把法伦的下落告诉你，这样你就还有时间收拾残局自保。见自己陷入了这番境地，哥哥只好答应，当晚就救走了法伦，选择在斯巴达人内部处置他。他逼迫法伦签下认罪书，上面写着以往那些残害少女以及杀人的不法勾当都是法伦一人干的，和斯巴达其他成员毫无关系。法伦没得选择，只好签字画押，随后跪在地上当场切腹自尽。而被逼到绝境的斯巴达人又是否会使用更残暴的手段对付夏洛特一行人呢？这两个女人回到家，竟然发现他们辛苦绑架的法伦大人不见了。夏洛特心想，糟了，我把男人们拿捏得死死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被女人摆了一刀。 Did no one ever tell you blood's thicker than water? I feel cursed, Nancy. The wealthy stick together like pig's cheeks in molasses. 女爵用法伦交换回了自己的女儿和财产。现在夏洛特再次被逼到了绝境，他只能希望经常临阵脱逃的艾米丽这次能给力一把，救出那个被献祭的女孩去作证。夏洛特不知道的是，他其实仍在女爵心中占着一席之地。 And your signed assurance that no harm will ever come to Charlotte Wells. Very well. 另一边，自从上次侏儒妹被夏洛特狠掐白夫人吓到后，逃回了艾米丽那。艾米丽也说出了夏洛特之所以这么愤怒的原因，是因为白夫人在不断诱拐无辜少女供贵族玩乐。侏儒妹这才知道自己站错了边，于是在这次的解救行动中，侏儒妹和艾米丽来了个里应外合。艾米丽逼迫白夫人的领班交出关着献祭少女的房间钥匙，侏儒妹就直接凭借着身高优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领班腰间顺走了钥匙。而就在会所大厅，黑高妹与白儿子因工资提成问题大吵了起来。白儿子表示，你要是不想上缴这么高的收入比率，就滚回贫民窟去。黑高妹则会对道，我宁愿回去，也不愿意把钱上交给你这个大傻蛋。 You're so
dim. You don't even know Emily Lacey shoving a cushion up her stays. 吃惊的白儿子一起身就看到艾米丽要把献祭少女放走，但他现在并不关心这件事，只是把艾米丽塞肚子里的垫子掏了出来，戳穿了对方的谎言。艾米丽见状，赶紧让献祭少女先逃走，白儿子则继续因假怀孕的事骂着艾米丽。Do you think my mother would be stupid enough to put the deeds in your name? Out! 白儿子就这样把艾米丽赶到了大街上，并且收回了会所的经营权。直到晚上，白儿子还在纳闷，明明艾米丽那么爱我，又为什么要欺骗我呢？侏儒妹走过来告诉他，你好好想想你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吧。白夫人是把艾米丽逼到怎样的绝境，才会让她撒出一个这样难圆的谎。这时白夫人回来了，在得知艾米丽假怀孕后的事，大骂她是个骗子。白儿子则反问楼上的女孩是不是被你拐骗回来的。 I gave you my promise I would never do anything like that ever again. Well, that's what I thought. So when Emily let her go, I didn't stop her. You've been led around by your fuckstress like a donkey on a rope. 见白夫人如此气愤，白儿子终于知道关于母亲的一切恐怖传言都是真的，而白夫人也恨铁不成钢，自己用来拿捏女爵哥哥的妻子，就这样被亲儿子放走了。此时夏洛特和南希冲进会所，要带走献祭少女去告发白夫人。白夫人立马大变脸，转身夸白儿子真有先见之明，这下你们找不到证人了。夏洛特告诉白儿子，你妈不仅仍一直在残害无辜少女，甚至还和首席大法官有一腿，以此逼对方对我母亲实行了绞刑。听着亲妈一条条恶毒的罪名，白儿子难以忍受，一把将白夫人抓住，关进了房间。他告诉夏洛特，我的母亲应该被惩罚，但我作为儿子还是不允许你们将她送上绞刑台。夏洛特微微一笑，表示他自有办法。过了一会儿，白儿子打开了房门，白夫人还以为他要放了自己，没想到竟从门后走出了2个疯人院的工作人员。原来夏洛特从女爵哥哥的威胁中获得了灵感，让白儿子到疯人院为他妈签了个字。就这样，白夫人被关进了疯人院，接受属于她的惩罚。现在问题来了，一个正常人该怎么在疯人院证明自己不是疯子呢？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me. I'm sane as you. 而另一边，老黑这一整天都在忙着寻找玛丽的尸体，希望给她一个体面的葬礼，让她安息。结果上法院要尸体未果，最后跑到停尸房一个个翻找，可还是找不到玛丽的尸体。直到老黑在小酒馆碰到了小法官，对他进行了逼问。Margaret Wells. I'll lay it to rest. Oh, you cannot bury her because she is not dead. 原来玛丽没死，而是被流放到了美洲。老黑赶紧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所有人。庆幸之余，大家也相信玛丽一定会找到方法回家的。不久，玛丽的会所就成为了伦敦贵族最爱光临的场所。露西则带领着其他姐妹一起接待着他们。夏洛特穿过这些尽情享乐的男人们走向门口，她继承了母亲的衣钵，成为了整个伦敦城最有魅力的妈妈桑。但这个传奇的故事还没结束，第3季即将开始。